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Logan 的频道。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是《沙漠之旅之在世界的中心呼喊爱情》。这是一部很有名的日剧，它是在2004年上映的。虽然说 Logan 我是没有看过整部片的，它是一部由小说改编成电视、电影、漫画、舞台剧跟广播剧的一部经典作品。片中的女主呢，因为血癌过世了，男主为了完成女主的遗愿，把她的骨灰带到世界的中心，撒在那里的一部凄美爱情故事。Logan 我光是看一开始的片头，还有它的主题曲是平井坚的轻闭双眼的 MV， 我就已经感觉我的泪水在分泌了。经典的日剧总是这么催人泪下，就跟 Logan 我以前也看过1公升的眼泪，我整整用了半包的卫生纸。不要以为说男生一定要很坚强，流血不流泪，那都是在外面表现给大家看的。在自己家里，你想怎样就怎样啊，想哭就哭，想裸体就裸体，不会有人管你，也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。至于片中说的世界的中心，指的就是澳洲，它中间的那一颗乌鲁鲁是世界上第2大的单体，因此呢，很多日本人他到了澳洲，乌鲁鲁就是他们必去的地方。可惜的是，从2019年开始，10月26号，澳洲政府就规定，为了保护原住民的文化资产，所以就禁止人家去攀登这一颗世界上第2大的单体。所以现在去的人，你都只能远远的去看这个自然的壮丽景观。Logan 我呢，也是在我一个日本朋友阿雅他的强烈推荐之下，才把乌鲁鲁纳进我的环澳途中人生必做的清单里面。所以呢，当我到了 Perth 之后，我从 Perth 开到乌鲁鲁这一段路 ，Logan 足足开2天2夜，而且开了2454公里的路，自己一个人的沙漠长征。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 Logan 的沙漠之旅吧。就跟大家刚才看到的一样 ，Logan 我从 Perth 要开到乌鲁鲁，其实它从中间有一个小镇叫 Laverton， 后面开始就是没有柏油路的，全部都是沙漠，大概有1000多公里。沙漠的路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你车子开过去，你就看到后面一团沙尘暴这样跟着起来，平均200多公里，你才会有一个加油站跟商店。而且还不是24小时的，油价越靠近内陆越贵，几乎是沿海地区 Perth 的2倍。因为这条路自然景观它是没什么变化的，就是沙漠、小矮树、石头那些的，也没有什么车子经过，所以非常容易开车疲劳。
所以大家开累了，你就直接路边停车就好，也不会有人管你，不会有警察抓你，因为那边根本没有人。Logan 我是开累了，我就直接车一停下车，在那边跳啊，吹吹风飞沙啊，走一走，让自己提神一下。太阳一晒，老实讲，你一热你就清醒了，因为在车子也有冷气嘛，你出来就是高温，因为是沙漠，所以晒一晒没多久你就开始流汗，流汗你就上车再吹冷气，你就整个就精神就来了，也不用喝什么蛮牛之类的，该休息就休息。到晚上 Logan 几乎是不开的。至于路上呢，你会看到一些野生的骆驼，还有一些汽车的残骸，但是 Logan 我没有特别跑下去跟他们拍照，因为毕竟澳洲集结了世界上10大毒物里面的7种，其中在沙漠出没的叫做太攀蛇，我是没有看到，因为我不敢离车太远，毕竟我是一个人上路的。要是不幸被蛇咬了，我想我应该就是回不来，也等不到任何的救援，因为我连卫星电话都没有出。到了晚上呢 ，Logan 就是把车开到路边比较空旷的位置就停下来了，就开始煮我的晚餐。沙漠的夜晚它是完全没有光害的，你抬头一看，你就会看到都是银河，因为沙漠几乎不下雨。也许有很多人他会害怕一个人在那种场景之下，但是 Logan 我就是直接整个人躺在沙漠上，看着银河，看着星空，尽情享受这个一个人的美景。当然啊，如果你有准备 GoPro 的朋友们， Logan 会在说明栏里面放如何拍摄星空的教学连结。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Logan 我当初是没有买的，非常的后悔。建议大家如果要旅行的话，还是买一个 GoPro 去好好记录你的人生。当我开着接近乌鲁鲁的时候，终于看到了柏油路，有一种你终于从荒野回到文明社会的感觉，也有一种我活着做到了，我活过来的感觉。因为老实讲，这一段路其实 Logan 我自己觉得它比一些像跳伞啊、高空弹跳或是跟鳄鱼游泳这些极限运动还要可怕，因为这些极限运动都是有专家评估教学才可以执行的，但是沙漠之旅不是，就没有人，你自己一个人上。老实说，这一条从 Laverton 开到乌鲁鲁这一条路，他们叫 Great Central Road， 这一条路连澳洲的当地人都是不敢开这一条路的。但是 Logan 我一个人就完成了这一段的沙漠之旅，1000多公里，开了2天2夜。最后我终于看到乌鲁鲁的时候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片中的女主会想要来这个地方。一片平坦的沙漠中就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山，你历尽了千辛万苦，终于看到它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恍若隔世无法形容的美。就算是岁月在流逝，它依然会在那边的感觉。接下来就是对想要跟 Logan 一样来一趟沙漠之旅的朋友们的重点提醒。身为一个过来人呢，建议大家准备好纸跟笔，把它记下来，或是直接把这个影片加入我的最爱，把这个片段纳进去。总共有7个重点。第一个，你在出发之前，你的车一定要经过大保养，因为你要开2000多公里，而且沙漠那边温差，日夜温差很大，20几度的温差，所以你的车一定要好好的保养。还有冷媒一定要灌满，不然的话你就会体会到什么叫烤箱。第二个，在澳洲大家都知道有主账户跟子账户，子账户有利息，主账户没有利息，所以大家都会把钱放在子账户里，有用的时候再拿出来。但是在这一段没有讯号的这一段路，你要加油，要买食物，都是要钱的。虽然说店家它会有限的讯号，它会牵线，但是还是建议大家，除了把油钱跟餐费放在主账户里面，你还要领一些钱拿出来现金。因为 Logan 我就遇过其中一家商店，它刚好它的讯号
被风暴吹断，所以只能付现金，不付现金你就不能走人。第3点，你的食材不要买需要冰的，2天的高温什么都坏掉了，所以不要买需要冰的食材。还有你的水桶一定要装满，不管你是要喝、要煮饭、要洗手、要干什么，擦擦身体都需要水。第4点呢，就是你在旅途中煮饭，请你躲在车子里面或是帐篷里面，绝对不要在外面煮饭。Logan 我当初就想说，我用车子挡住风，然后在那边架个我的餐桌在那边煮，结果呢，当我吃的时候发现都有免费的沙子调味料。所以说呢，如果你不想要吃的满嘴沙，跟 Logan 我一样的话，请你在密闭空间里面煮，当然一点点通风一定要啦，不要瓦斯漏气，还有注意不要着火。第5点，你每到一个加油站，因为它是200多公里一个加油站，一定要加满油箱，加满，把备用油桶也加满，不管它多贵都要加满，因为沿路上你几乎人车绝迹，而且完全没有讯号。要是顾路的话，你真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第6点，建议大家一定要开部好一点的车子，像4轮驱动的或是比较好的2手车。因为像 Logan 我的小红车呢，它的底盘跟音响口是有通的，空气会流通。所以呢，当我开沙漠那一段路的时候，车子经过，风被卷起来，沙子被卷起来，直接从我的音响口喷出来，弄得我整个人都是灰头土脸的。所以建议有条件的朋友们，你们还是选一台不会吃土的车。第7点，建议大家为了安全起见，不要像 Logan 我一个人就上路了，你至少要多找几个人，或是你去租用你的卫星电话，才会比较安全。最后呢，希望要上路的朋友们都能旅途平安快乐。以上呢，就是今天的沙漠之旅之在世界中心呼喊爱情。不要忘记帮 Logan 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咯，ciao。